女人关上房门，正准备沐浴洗澡，她的公公却躲在门缝里偷看。洗完澡后，她就躺在床上看书，不料公公又找了个理由来敲门，还说有重要的事情想找她商量。可3更半夜的，儿媳又怎么可能给她开门呢？面对公公的打扰，她只能忍气吞声，因为现在的自己已经无依无靠了。这个女人名叫小月，丈夫因为一场医疗事故不幸发生了意外，年纪轻轻的她就成了寡妇。她每天以泪洗面，但公公却不怀好意，所以小月不敢向他询问赔偿金的事情，便急忙带着女儿回到了娘家。可当父亲听说女儿没有拿到1分钱，就开始满脸的嫌弃，还抱怨她不应该两手空空的回来。眼看母女2人没有要走的意思，父亲又开始给她物色2婚的对象。没过几天，村里二喜的母亲便上门提亲。可二喜是出了名的好吃懒做，每天不是喝酒就是打牌，但对方能说会道，家里那2套房屋还有这点东西，以后都得给儿媳。这不好，这1年下来也不比城里打工差。你说你老兄？是。哎。房间里的小月听到了一切，虽然她不想改嫁，但她也明白留在娘家不是长久之计，于是便答应了这门婚事。小月就这样带着女儿改了嫁。白天她和二喜去地里干活，晚上她就回家洗衣做饭。婚后的日子平淡如水，小月对生活也没有太多的期待，她唯一的希望就是能让女儿去城里读书。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丈夫二喜，没想到二喜却认为女孩子没必要读太多的书，而且去城里读书还要住宿，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小月又劝她不要每天待在家里，不如去城里找份工作。但二喜认为家里不缺吃穿，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。小月对丈夫十分失望，只能卖力的干活，想多挣点钱供女儿上学。这天，小月背着一捆柴走在路边，迎面突然停下来一辆汽车，走下来的男人是她的高中同学赵亮，里面还坐着小月的初恋男友嘉兴。他们3个人曾经是最好的朋友，而嘉兴和赵亮这次回来就是准备在城里开一家汽车美容店。看着2人混得有模有样，小月也替他们感到高兴，聊起当年的往事，她的内心更是感慨万千，只是自己的命运却由不得自己。从这以后，3个人经常一起打麻将。当小月听说嘉兴已经离婚了，心里不免有些遗憾，毕竟2人曾经是初恋，如果嘉兴能够早一点回来，他们之间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。而赵亮也认为二喜根本配不上小月，于是就决定撮合这段姻缘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赵亮经常会把二喜约出去喝酒，只留下小月一个人在地里干活。小月对此颇有怨言，而嘉兴总会经常出现，帮他一起干活，小月就忍不住和他倾诉了起来，2人的关系也在不知不觉中更加亲密了。这天晚上，小月打完麻将后，赵亮和嘉兴就准备送她回家，可在路上，赵亮却突然不见了，嘉兴到处找他，小月一个人感到很害怕，就大声叫喊着嘉兴的名字。没想到嘉兴却突然将小月拉进怀里，2人就这样在月光下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情。回到家后，小月有些忐忑不安，但她的心已经被嘉兴全部占据了。看着丈夫二喜好吃懒做的样子，她再也无法忍受和这种男人继续生活，于是就大胆地提出了离婚。二喜有些不敢相信，公公婆婆知道后便开始对小月软硬兼施，还说可以让小月的女儿去城里上学，但小月已经铁了心，无论如何也要离婚。这婚是你自己答应的，现在你要离婚，你这不是给我们家儿媳闹着玩呢吗？结婚都1年多了，你也没给咱儿媳生个一儿半女的，你想离婚呀，没那么容易。小月感到十分委屈，因为不能生育的人不是自己，而是丈夫二喜。从这以后，小月就被婆婆锁在了家里，简直就和坐牢没有区别。小月无可奈何，只能做丈夫的思想工作。毕竟2人还不到30，以后的日子还长，可她真的不想过了。但二喜就是不同意离婚，说完还关掉灯，不顾小月的感受将她侵犯了。在这一刻，小月已经心如死灰，她向往自由，又十分想念嘉欣，于是就趁二喜睡着了之后，冒着大雨到果园找到了嘉欣。听完小月的遭遇，嘉欣也感到非常心疼，她希望小月可以赶紧离婚，和她一起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
没想到就在这时，一直对儿媳有所怀疑的公公也跟了过来，他二话不说就用铁锤砸伤了嘉欣的脑袋，嘉欣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小月感到焦急万分，于是就将她送到了医院。幸好伤得不重，嘉欣的身体也没有大碍，但她咽不下这口气，于是就在医院开了一份验伤报告，还让赵亮去帮忙处理这件事情。赵亮很快就来到了二喜的家，还趁机提出条件，只要二喜同意和小月离婚，这件事情就算是过去了，否则不仅要赔钱，还有可能引来牢狱之灾。二喜的父母听说儿子有可能会坐牢，就马上点头答应了。不久后，嘉欣就在城里开了一家汽车美容店，而小月也顺利的离了婚。她带着女儿来到了城里，嘉欣对她百般呵护，不仅为她准备了书桌，方便她平时看书，还安排小月的女儿在城里读书。小月终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。就在这时，小月发现自己怀孕了。面对孩子的到来，嘉欣感到惊喜万分，还马上买来了求婚戒指，让小月嫁给自己。小月哭得泣不成声，她不敢相信眼前的幸福会属于自己。婚后的日子，嘉欣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，甚至还亲自下厨为她炖鸡汤补身体。而小月就再次拿起了书本，原来她想通过自学拿到大学文凭，然后再通过司法考试做一名律师。这个梦想虽然有些遥不可及，但是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，她依旧做出了这个决定。当她怀孕7个月的时候，嘉欣就带着她走进了考场，同学们看她挺着的大肚子都觉得很可笑，但小月却不以为然，能够追逐自己的梦想，她感到十分幸运。几个月以后，孩子也顺利的出生了，小月无法安心学习，幸好嘉欣一有时间就会帮忙带孩子，这让小月轻松了不少，也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。但这种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。这天，小月和嘉欣带着孩子到医院做检查，一张报告单却让两人傻眼了，上面显示小月是 A 型血，嘉欣是 O 型血，而两人的孩子却是 B 型血，实在是有些可笑。嘉欣不肯相信，又特地带孩子去医院重新检查了一遍，但结果还是一样的，这让嘉欣十分疑惑，因为二喜不会生育，这个孩子如果不是自己的，又是谁的呢？面对这种结果，嘉欣实在是无法接受，而孩子的事情也成了他和小月最大的心结。从这以后，他开始不回家，对小月也不闻不问，他还委托赵亮给小月送去了离婚协议书，这让小月十分痛苦。他感慨命运弄人，最后还是决定和嘉欣离婚。两人从民政局走出来，曾经的恩爱夫妻如今已经成了陌生人。好在嘉欣也很体谅小月的处境，把店铺留了下来，这让小月不至于流落街头。从此以后，小月独自打理着店铺，还要照顾孩子，生活得十分艰辛。想起和嘉欣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她更是痛不欲生。但生活还要继续，小月不能停下脚步。眼看就要过年了，而除夕是一个团圆的日子，一直在外地的嘉欣终于回来了。她给孩子们带来了一些礼物，还望了一眼墙上的婚纱照。小月端来了饺子，可嘉欣吃完饺子后就准备离开了。看着嘉欣离去的背影，小月的心里万般不舍，挽留的话却始终没有说出口。两人从高中到现在，又从结婚到离婚，当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小月的心里最清楚。她无法忘掉这个男人，便忍不住上前追逐，还在后面大声呼喊着嘉欣的名字。而嘉欣会不会回头，我们并不知道，因为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选择，而月有圆缺，离别也是一种生活的常态。小月有过3段婚姻，但都以不幸收场。她承受着婚姻背后的世俗枷锁，却依旧对生活充满了希望。为了梦想，她选择奋力前行，挺着大肚子还要参加考试。在追求自我和真爱的路上，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义无反顾的勇气。好了，故事就说到这里，喜欢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